有人来了，佘师傅先去挡住他们，我们得尽快离开。走吧。是。明轩，我拿着薄仙子的画像探访他去过的地方，没想到在瑶光边境还真有人认出了他。他们说薄仙子在世时常去边境采药，还会向他们打听一个眉心有印记的孩子。所以，师傅当初在尘渊救下我，并非偶然。也许，薄仙子一直都清楚主上的身世来历。或许。 师傅说他自己对不起我，并非只是因为隐瞒，还有，薄仙子把药方给我之后，我就求他见你一面，他说他对不住你，还说他把真相就藏在你眼前，触手可及的地方。但是真相是不堪的，他怕你知道之后会失去对人对事的信任。 触手可及。父亲，你方才说，这里存放了你与母亲最珍贵的记忆。不是一族死后留下的画像，也会承载主人生前的记忆。我和你母亲相遇的记忆，就在这画像里。 师傅说，真相就在我触手可及的地方。若不是因为你，君后也不会蓄意夺走姐姐的孩子。父亲，你可知，罗月兰送走的那个孩子，君后的孩子，他可是真的夭折了。玉兰回来以后，亲口告诉君后。 那个孩子在半路上没撑下去。我奉命护送小太子殿下平安离开，可他身子虚弱，没能撑住，半路身陨。是我护送不力，随你处置。
真是报应。报应。可是，母亲和我是他这世上最后的亲人，母亲难产而死，君后又把我认下了，他甘心做这份差事，没有一点怨言。君后以你为要挟，他不得不听命啊。得知那孩子夭折后，君后也曾以眉心印记做过探查，确实没有那个孩子的半点气息。你之前说这有个眉心印记，我想，这应当是我还在襁褓中，母亲为我种下的。里面有关于母亲的模糊的记忆。我看不清母亲的模样，但她跟我说，这枚印记是我和她的骨血所化。我也曾经怀疑过，是不是薄雨兰害了那个孩子，君后也是有所怀疑。但是，君后只有你这么一个希望，大家互相牵制，再也不能反目成仇了。那个眉心印记是什么？君后还是想认回自己的亲生儿子的，所以，在他的眉心留下了速回印记。那有没有可能，薄雨兰暂时把那个孩子的眉心印记封印起来，导致君后以为他已经夭折了？以博士的说法，封印片刻是可以做到的。竟是瑶光君后的孩子。薄仙子那么拼命的救你，可当初竟然是他亲手抛弃你，害你从小沦落尘渊，成了罪囚。昨天我夫君去尘渊送饭，说看见一个小孩子，真是可怜，看着也就10来岁吧。是啊，听说从小就在尘渊长大的，一听啊就是被拐进去的。哎，他挨打的时候眉心是不是有个印记来着？哎，对对对，但我看那印记不可能是监工给他弄上去的，没准是他原来家里人弄的呢。嗯，有道理。我们去那边猜猜吧。行。我要找到他，向他赎罪。我想自燃了，主上，
主上的心意与民意发生感应，你这么做，是不想让他看见。主上，你的离合天先前已经有了复发现象，眼下还是要照顾好自己的身体。我没事。等等，你还是来了。没想到我还能再见到你，你为何要走啊？我想确认的事情已经确认完了。是我对不住你，我真的以为你已经不在了。我还听说你落入了尘渊，你不想见我，是心里还在怨恨我吗？啊？没有怨恨。我过了20年无父无母的日子，今日与你相遇，我也很意外。但此刻你在我眼中，只是个陌生人。我知道，我是个失败的母亲。那我还能再为你做些什么吗？你，孩子，
主上，已经按你的吩咐，假装不查，让明星被孟夫人救走了。受封大典在即，让他逃出去，才能进行接下来的计划。主上心中已有定计，我多说无益。但你一定要记得，灵力恢复之前，无论发生什么情况，都绝对不能开启灵犀境，否则恐怕离恨天真会复发。各位，今日是日光节，要感谢神明赐予我们瑶光山的日光恩惠。同时，今日也是明星的受封大典。从今日起，要正式立程云君为瑶光山太子，履斗者团战客之职，再无更改。等等，谁呀？不知道啊。这是神仙的名字啊！对呀，是仙子，就是。哎，他是不是背后是明仙？不知道，明仙到底是明仙吗？是明仙吗？他就是个仙子啊！对呀，是仙子，是明仙。明仙，他真是明仙，这不是他是明仙，这是明仙。对呀，对呀，明仙怎么会是女儿身呢？就是啊。醉仙明线，你叛逃瑶光山，还有脸面来阻止受封大典？不过正好，今日我就要在众人面前揭穿你的真身。父君，铁证如山，纵使君后不肯松口，但真相已摆在面前。当年君后竟说用一名女婴来冒充太子。就这种啊！真是他，这也太大胆了吧！此事是真是假？太大胆了吧！怎么能有这种事呢？程云君说的没错，我的确是个女仙。当年君后为禁修了仙术，把我扮作仙君，替了太子。这人怎么这种啊？怎么这种事？欺君罔上，何其胆大妄为！君上，如果让这样一个不祥仙子冒充瑶光山的太子，且连续出战8年青云，这传了出去，岂不是让我们瑶光山沦为笑柄吗？今日让明星当了太子，恐怕才是真正的笑柄。我手里这个注释镜记载着明星勾结外境的所作所为。他从木西柏那儿拿了离恨天，在青云大会前给我下了毒，致使瑶光山落败。你们要的离恨天，多谢韩凤君。有了这离恨天，明线，他就不再是瑶光山的战神了。如今，他成了逐水灵州的走狗，还妄图逐水神君能扶持他稳坐太子之位。如果放任明星引狼入室，那将来逐水神君是否会逐步分化，蚕食瑶光山，犹未可知。君上，明星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君上，为了瑶光山。君上切莫听信一个不祥仙子的片面之词，而让瑶光山失了太子。更何况，这位仙子她身上流的到底是谁的血脉，还有待查证吧。我是谁，已经不重要了。我今日来，是想给瑶光山光明正大的赢回你们真正的太子。你这是何意？程云君
先前说的话只说对了一半。当年君后诞下长子，但却发现身无灵脉，于是，在神宫中找了个同日出生的孩子做了调包。而真正的小太子，在送往瑶光山边境的时候，被歹人所掳，流落至极星尘渊。他在那儿受尽折磨，身中离恨天，因此有了灵脉。灵脉是后天生出来的。哎，那此人不就是真正的太子了吗？是啊，就是。那个孩子是？他也来了，君上，君上。真的是。君后在送走那孩子前，曾用自己的血，在他眉间留了印记。真的是。一派胡言！你们二人联合欺骗神君，不就是为了不让我成为瑶光山的太子吗？心儿，仅凭一个印记，就让季伯载成为太子，简直荒唐至极！若实有我父亲佘天林的证词，不知是否可以证明？神君在上，不敢欺瞒，季伯载确是君后之子，而明宪，则是我和一个医仙之女。好了，现下的事都已明了。如今瑶光山也迎来了真正的太子，要么册封一世继续。明宪！君上，君上，恳请您看在跟贤儿的父子之前，放过他这一回吧。明星母子勾结逐水灵州，证据确凿，受万钧之刑。君上，这一切都与贤儿无关，是我这个做母亲的一意孤行。贤儿她什么都不知道，让我去受那万钧之刑吧。贤儿他可是您的亲生儿子，求您了，放过他这一回吧。明星的所作所为，难道你做母亲的毫不知情吗？嗯，你有什么脸面来求本君？那诸事镜中，清晰地记载了明心参与其中。孽障！把他们两个给我带下去。是。至于瑶光君后，即刻废去尊位。念在他是太子的生母，不宜处决，就命他暂且禁足宫中，稍后再处置。还有佘天林和明义，诓骗瑶光山全境，罪不可恕。佘天林
一律处以雷刑。名义废除灵脉，驱逐出境。来人，在，将他们拿下。等等，不若放了他们父女。眼下我已归位，处罚他们也是无趣。不行，放他们走了，如何能服众？怎能因为他曾是瑶光山太子，便可法外开恩？况且明义灵力强大，不能让他投靠敌境。本君乃是为了瑶光山福泽和苍生，只能做此决断。将他们二人拿下。是。住手！还敢反抗！